洞穴预岩是目前中国最长的多段攀登路线，是一条传统与运动混合攀登路线，位于云南省丽江石头乡的白岩寺岩壁上，总计攀爬长度高达540米，距离目的地有2000公里远，将带上所有的攀岩装备与露营器材，驾驶需要20多小时，大约需要3天。计划为中间途经南宁马山攀岩小镇，之后前往昆明做短暂停留与高海拔训练。经大理与伙伴会合之后，前往丽江黎明村，与社区讨论报备，并做最后一次海拔适应，最后抵达白岩寺山脚下扎营并攀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那今天是出发的第一天。那我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南宁马山，那边有一个中国攀岩小镇。那南宁也是后来发展观光之后，以攀岩为一个很重要的项目。那今天预计呢要开7个多小时，然后接近700公里。那我们就南宁见咯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到马山的其中一个攀岩场，这也是我第一次来。马山昨天我在这边住了1晚，我打算待会就继续前往昆明，我朋友在昆明，然后去昆明爬。像外面7度，其实还蛮冷的，但是早上有太阳，也没什么风，其实就还蛮舒服的。风景还是蛮不错的。整个平台都是攀岩。哇，对啊，来这边爬还是要注意安全。头盔记得戴。那我们继续出发，前往昆明。可以感受到马山当地政府对于攀岩运动是非常支持的，甚至修筑栈道，可以提供舒服的确保场地与游客观赏。除了干娘山，还有金刚山等丰富岩场，级数涵盖范围广，走路10分钟就有300多条线，适合不同程度的攀岩者来攀爬与训练。我们现在在昆明的岩场，叫大岩头，然后这边是沿着导航上来一个采石场，然后工厂在上面，岩壁在右上角。超冷的，这边海拔2000多，现在温度大概4度，希望晚一点能出太阳。哎呀，草好多啊！到啦！哇！哇！那蛮屌的。昆明的大岩头攀岩场 The Gansh 位于海拔2200米左右，最终目标的白岩寺起攀海拔为2700米，因此在这边做海拔训练与适应。虽然我之前的爬山经验没有发生过高山症，但在海拔2000多米的高强度攀爬，还是会比平地上来的吃力与费劲。OK， Go。
看起来好超碎哎。是吗？对啊，有点害怕。没事，我小心。我现在爬的这条是25米的运动攀登，名字叫做一盘毛肚。除了抱石类别以外，攀岩中的自由攀登可简单分为运动攀登与传统攀登。小心落石！运动攀登在已打入膨胀螺丝的固定点挂入块扣，可作为保护点，是目前主流的自由攀登保护方式。来 take 啊！好，下降。在昆明适应训练之后，时间来到攀登的前一天。经大旅与伙伴会合，就前往丽江黎明。此处海拔2400米，作为最后一次的高海拔攀爬适应与徒步训练。我们现在到了黎明，这里是中国传统攀登圣地，待会打算来去爬一些路线。好冰啊！今天才苦呢，今天都不算苦。好了，传统攀登也称之为传攀，是透过主动与被动式岩屑放入岩壁裂隙中进行保护攀爬。对于放置的要求较高，否则可能造成保护点脱落、失效等情况。感觉还好。看这条好帅啊！我手已经破皮了，你大概小心一点。就是白天有太阳的大概10几度，然后没有的话就晚上就零下。对，那我们刚刚早上去立柱区爬了一些传统攀登，然后刚回到客栈简单洗个澡。那我们现在要前往麻岩寺的底下，就中国最长捷足路线的底下。预计会在那边睡一晚，主要就跟我的车顶帐篷 Dometic， 对，那会在下面睡一晚。对，那到时间。还是叫右转，然后阿纳多。那这边开始的话，轿车就不是那么好开，都非常的慢。大学这个美式人驱动里面。在帐篷里面吃泡面，趁这个火，还是有注意通风，让我们死在里面。然后外面的天气，气象预报是写只有5度，而事实上应该更低。
我们现在在海拔2500，然后明天大概从2700开始攀登，然后垂直540米。然后基本上还蛮舒适在里面。因为空间有点小，外面太冷了，只能把全部的东西都拉起来。现在早上7点半，太阳刚要出来，远远可以看到太阳。哇，太冷了！现在日出了，看一下，表面都结霜了。在这里，表面全部都是霜。我们现在在收拾装备，准备出发了。由于昨晚温度骤降至零下5度，高海拔电池放电效率差，充电速度过慢，要确保对讲机与携带的电池都在安全电量，且水桶跟帐篷结霜，花了点时间才烧好水，收好装备出发时已经耽误了点时间。前面也提到，因为这是一条混合攀登路线，所以除了快扣外，还需要携带传统攀登岩鞋。光是空身不含背包的重量就已经比平时多了不少。徒步路线因为受限于车子非4轮驱动，位于产业道路旁，营地也必须收拾才能出发，都比预期增加了不少时间。准备上山，嗨，好，是的。很严谨的戴上了，很棒。我们简直是严谨的看严谨，除了有点拖沓而已。岩壁在正前方啊。历经1个多小时的徒步，由于昨晚扎营处非以往旧点，中间只能沿着 GPS 方向寻找新路径，才抵达岩壁。哇，这边一个白岩寺废墟。应该以前是有人生活过，或是有什么寺庙建筑在这个位置。然后起攀说是在这个废墟的右下方有个大平台，这边是瑞口站的这个位置。然后右边有一些快跨点，应该就是从这边起攀吧。右边有应该是对的，所有都符合描述。这里第一个挂片在这边，然后往上。白岩寺寺庙本身建立于迄今约160年前，由大理建传的2位游方僧人所修建。遗址位于岩壁的根部，但由于落石原因，迄今约100年前搬迁至落差200米下的山坡平地。住持圆寂后无人管理，便荒废了。后经村中与地方集资再次修复，但文化大革命中再次被拆毁。1980年代，村中再次集资化缘修复，但最后一任住持离开后荒废至今。寺庙虽然泯灭了，但巨大的花岗岩山体也继承了寺庙的名字。你是不是到顶了？我们已经爬到洞穴预言的第一段。效率太低了，来得太晚了，太冷了，这天气也不好。换打算下车。下车。
但是后面的风景是真好看。因为起步时间跟我们效率发现不如预期啊，然后攀爬速度也没那么快，这样该好也把影响在前面海拔停留也没有做到太完好的准备啊。那因为晚上这边都已经是零下，那个高低温太大了啊。那安全起见吧，下次再来。好，看一下后面的风景。哇！看看上面的岩壁。哇哦，风景是真好。下次再来了，做好准备。嗨，下回见。身为领班，事前已经计划几个月，并体能训练，抵达这边已经行驶2000多公里，花费天数加上来回的费用，已经超过单纯的搭飞机与攀登。最后的评估决定在太阳还温暖照射时撤退，心里比谁更不愿意。但比起拿自己与伙伴的生命冒险，如果太阳下山还挂在岩壁上，造成失温需要救援，那就是更不乐见的情况了。拜拜，洞穴语言，好的你，下次再会吧啊。